球开会是最烦的，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，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。早点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了，哎哦。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1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耀特约播出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大副局长带来的新厂牌的挑战耶！有请我们的德云社。九爷姐为什么在德云社厂牌里面啊？对啊，他们很多相声段子都把我说进去，哎啊！小月月整天说的那个段子，说张信哲太虚伪了，因为他歌里明明就说，关于留言我没办法无动于衷嘛。啊！哦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这是云鹏说的是吧？他的段子需要再推销一下。来吧，好久没来火星的烧饼又回来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哎，我是德云社的烧饼，也是之前的火星特工啊，最近也在德云社呢，刚刚晋升了副总。哎，我副总了吧？打下来的呀，有职位了。现在应该怎么叫你？烧总、肖总、饼总都可以啊。只是一个小小的称呼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哎，谢谢您。哎，有请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孟鹤堂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孟鹤堂。对。我们德云社呢，怎么说呢，都是练习一些东西的，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啊，这些都是带尖儿的、带刺儿的、带棱的、带刃儿的。大家今天是来踢馆的，我们其实来踢馆，就是有点气势上有点提不起来。为什么？是一个比较喜欢的节目，所以因为你说来踢吧，其实还不如说切磋。跟您切磋这个口条，那肯定得来吧，谁来？怎么应战？哎呀，德云社厂牌来了。说到应战，真是应战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嘛，相声是说学逗唱嘛，但是你们没跳啊，还真是。别跳了。不知道老师，你们的武技怎么样呢？我们武技很快，我们的武器很快。那就给一段音乐吧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！哇，向我们发起挑战吗？这不是？这是要压岁钱，要压岁钱来了。哎呀，好喜欢呀！真的是我见。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把德云社搞成这样？为什么？德云社能不能跳点自己的风格？两个刘维，哇，刘维他比你还猛，我交到朋友了。鹤堂比你还猛。鹤堂，哎，鹤堂，冷静！你们不认输，我就在这抖下去。哇，好有新鲜感啊！但鹤堂跟我很搭耶，接得住。你看看刚才我们俩跳的都好烧，好烧脑啊，好烧脑啊，真的好棒啊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鹤伦。哎呦，我说实话啊，我真的不像他们那么客气，来了就是来，我们就是来踢馆的，怎么着吧？其实上次炳哥来的时候，听说已经被对面给盖得很惨。啊，没有，非常严重。我跟你说，他说再也不来火星情报局了，今天又来了。还是这个给到位了。
今天这次炳哥人家已经荣升副总了，带着我们这也算是德云社的精英强将，我们来，你放心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们赢得很轻松。等一下，还是赢了是吧？赢的困难一点，还是赢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们赢了，我们就把这收编，输了我们就退出德云。不是这么说的，是你代表自己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。想单飞很久了吧？早就要走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再次欢迎我们的德云社厂牌。李川来了，合体了，你们俩。哇！天哪！天哪！大家好，我们是锤里一拳。快乐发言。女人。我要死了！发言这种小事，让我来。哎，这么快就到再见爱人了吗？朋友们，我是老特工了。是啊，去年我来过，但是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带爆喜剧人，我什么都不能说。但是今年我要跟大家说，我是喜剧大会的冠军。喜剧大会冠军李川，终于不是带爆喜剧人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喜剧大会是什么节目啊？好问题，就是郭麒麟当那个评委那个节目。郭麒麟都能当评委了。我是有3个冠军title的男人。哎呦妈呀！轻轻松松喜剧节冠军，第2喜剧大会冠军，哇！第3拥有认真的 Gagman 的冠军。又在撒狗粮，又在撒狗粮。这很抱歉，有一种家门不幸的感觉。李川真的是我们的带爆喜剧人，因为他在演出的时候真的是大爆笑，给我们乐快疯了。这一次要感受一下我们李川的现场魅力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那么由薛副局长介绍一下咱们的规则吧。每次会议呢，在场的每位特工呢，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，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、最好玩的特工，而厂牌的得分呢，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，哪个分得的最高呢，就赢得了本期的厂牌大战的胜利。那么我宣布，本期火星情报局正式开始。今天的第一个提案会是哪一个嘞？那肯定就是我们，有请我们的管乐，太棒了！哇哦，管乐！我发现，有些人情全是世故。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那种特别会人际交往 social 很会 social， 哎，特别会 social， 特别会人际交往，特别会来事儿的这么一个女孩。来事儿，对。但是事实呢，生活中很多人就说我是什么管乐，你就是傻。很多人都这样说我，但其实我自己内心一直不这么认为哈。所以说，很多人情在我这儿全部变成大事故。他讲故事感觉需要伴舞哈。首先，上一次我说了我是开心麻花的什么群舞演员，跳舞的。然后有一次我妈妈来北京，特别想看我的演出，开心麻花演出的票非常难抢，当天还是过节，于是我就找我们当时的剧场负责人一个叔叔，然后我就去跟他说，当，叔叔。你在演样板戏啊？我自然一点好吧，我相对自然，我松弛一些啊。当，我就敲门，我去敲门，我说叔叔，那个我妈妈今天想来看演出，能不能给我一张票呀？叔叔说2楼有个位置，不卖票，你就来你妈上去吧。我一听，妈呀，叔叔人太好了，于是我觉得我要当一个人情世故的小姑娘，我要会来事儿啊，我要变聪明啊。哎呀，好过。我就赶紧出门，跑到隔壁水果摊儿，我买了很多水果，都是我平常舍不得买的，你知道吗？10块钱一个的那种猕猴桃，买了好几个。那个大葡萄，乒乓球大葡萄，非常甜，可好吃了。我还买了那个红心火龙果，不是白的那种，然后还买了车厘子，很多贵的，我平常舍不得吃。然后
我就拿着我那些水果，滴溜滴溜我就去了。我说叔叔，给你买点水果，拿着拿一点点心意。叔叔说，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说拿着。我说不要不要！我叔叔你拿着我求你。叔叔说，我有糖尿病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叔叔不能吃，万万不可。所有水果我全部拿走，一点不留。叔叔说啊，那你就拿走吧。然后当场我就真的全部拿回家。当时我回家之后，跟我的那个合租室友闺蜜，我就跟她讲了事情，她就说管月，你就是傻，你就是傻。把这水果，比如说让叔叔的那个家人啊朋友吃，你这心意都送了一半了，你这又自己收回来了。因为我当时确实是讲的就是糖尿病真的不能吃水果，实在人。对，太实在，就是他那种质朴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有质朴的人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质朴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聪明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发心是好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出发点 OK。于是我后来有什么问题，我都去问我的这个室友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副导演找我去拍戏，3个月给我1万块钱。哎呦喂，3个月1万块钱，我说我连生活都生活不起，我在北京要租房子交社保，我不吃不喝，我一个月3000我也不够啊。对呀，但是我又不能说得罪人家，毕竟人也是想着我的，怎么回复啊？委婉的拒绝怎么？对呀，委婉就我也不会怎么回复，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，我朋友说，哎，这有什么？这很简单，你就给他回复说，哎呀哥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是确实生活上现在比较困难，这个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，没关系，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，对吧？很简单。我说话术非常清晰明了，我说我来，我来就你来。然后我就拿出手机，哥哥，那个谢谢你，那个他说。停，错误，没有情绪。我说哥，那个谢谢你想着我。他说停，过于虚假。我说那这样吧，我再发一遍。我一看，我刚才那会儿已经发出去了，我要速赶紧再回，这间隔不能太长，我就必须要赶紧回答。我说怎么办？他说不要慌，你慌什么？你前面笑2声不就得了吗？他就很简单，他说啊哥，刚手滑了。我说这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。他说没关系，我们是演员，怎么样？从外部肌肉带动自己的内心，从这儿先起，笑肌先提起来，然后说笑失声，差不多找这个状态，说哥，笑出来。那个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是因为要生活，所以说我这个不太行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机会还有你会想着我，谢谢。哇，厉害！然后他点的那个转文字，没。然后哥果然回复了，说：“哎嗨，妹妹没事儿，这确实是。”他跟你一样的彩排半天。那应该是不能吧？然后他就说没事儿，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再找你。这次确实预算比较少，然后这个事情就算这样过去了。我就发现，确实当我就是说脑子不够的时候多去问问那种脑子多的人。对嘛？管乐刚刚说的一个故事，其实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毛病。你在跟朋友用微信聊天的时候，你明明他这个故事他在微信回给你的时候，你已经笑完了，可是你再发回去的时候，你肯定会再笑一次。对，前2天特别有一次，我回自己公司嘛，我在楼下，我就听到楼上我们那个就是副总经理在骂人，一直骂，我就听着说谁在骂人，我说他又发飙了，然后我就给我的助理小新发个消息，我说，哎，小新，你听到没？那个娟姐又发脾气了，听到没？她骂人呢，楼上。你好开心啊！对啊，然后因为我不知道骂什么，我就觉得怎么又吵起来了？然后知道小金回过来什么吗？听到了，骂我呢。然后我要笑死了，我就已经，可是你刚刚笑完以后，你会拿起那个手机以后，然后再马上准备。太好笑了！我说我要在火星上讲这个故事，然后再挂掉，给我笑死了那天。对，之前我们在一起录《百味大咖秀》的时候，大老师也在，那是。然后我们当时就录完有一期节目，然后都在后台卸妆，那个后台特别小，我记得，然后大家都人挤人，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，哎呀。你说你啥也不是，没什么太多观众认识我，当时你就应该就是会来事儿。你看大老师跟你录那么多节目，你去
他就戳我，就挤我，去大老师那儿站着去，我当时就真的挤到那个这个位置了。工作人员是会这个击剑的是吧？一直戳你说，你就来了。我当时就在大老师后面站着，然后大老师前面还有一个镜子，你知道化妆镜，巨大的化妆镜，镜子里面是能反射到我的。我整个人因为很不自如，内心也非常内耗，于是我当时就难受的不行，我就跟大老师说了一句那个大老师那个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大老师当时也应该是懵的，肯定谢我什么呀？因为当时我们俩没有一个节目，差得很远，坐的位置也很远，不知道谢什么的啊，不知道谢。对，不知道谢啥呢，当时可能就反正说一句谢谢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我就赶紧把让自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回来之后我就非常内耗，果然得到了工作人员的批评。后来过2天，锤娜丽莎，我们俩在一次工作当中，我也问她类似的问题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管乐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。她说其实你那天站在大老师后面，我看到你了啊。然后呢？他跟我说，他说我看到你站那儿，我能感觉到你非常难受，非常不舒服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就是被处过去的嘛。对。他说，但是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情况，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就当你只是想打招呼或者想干嘛的时候，你就去做这个事情。当你没有不想的时候，没有这样的对，不是，大张伟，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乐，记住了，走吧。啊！天哪！来一波溜，给一下。所以说，从那以后，我就觉得，我只要就是做自己，我想这样我就这样，我想哪样我就哪样。对，你看，我这样很舒服，大家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耶！所以说，感谢我的锤锤，感谢我的好闺蜜，谢谢。嗨，我当时想个事儿呢，小事儿。像管乐他们说这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，那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你，就是要让他主动来找你。对，因为我之前跟倪萍姐录节目的时候，倪萍姐一看我就是就是特别吵这种吧，然后倪萍姐特别端庄，就老觉得这孩子什么玩意儿。然后后来我终于录了一个节目，就是我们的师傅。然后那个节目里头刚进去的时候，倪萍姐好像也没有对我有太多的那个什么。后来是因为那几个人要去做一个在学校里的小晚会，然后没有人会编歌，正好这些人也没有人会编那些笑话，没有人会编开场，我全会。然后我把我们那几个人的那个最开始的开场秀编得还挺不错的。倪萍姐是主动过来找我说：“你编得真好，大张伟，你太棒了。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我并不用前边一直跟着倪萍姐，一直是送什么这个那个。当她主动发现你的优秀的时候，你才真正跟她建立社交。你说吧，你明白就是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还得自己好。是的，这句话特别对。总之就是一句话啊，大家老觉得要向上社交，其实要向上自我生长，好不好？然后只要自我生长，就是最好的社交。好了，我想给那个管乐加一个垫。对了，来，管乐又来了，垫子，谢谢，我也给你加一个。哎呀，每一次都有垫子，我得配位吗？我来，你配。来，升他了，配上这个，哎呦，没升他，我登上我加冕了，快！让姐妹点亮你的人生，点亮。哇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自我成长多重要。当年你去见我的时候，你打开这个，我在这儿看，你好，我是管乐。谢谢，当我的宝座。好嘞，感谢管乐。哇，哇，太美了，好美啊！掌声。伴随着管乐这么美的姿势，那么迎来的是我们的烧饼来提案了。我发现，技多不压身，容易压到师傅。嘿，怎么说呢？我师傅其实呢，大家伙都不陌生了啊。郭老师，他有3个比较严重的特点。严重的特点，他有很严重的语言洁癖啊，因为他是搞语言的，就是言简意赅，可以用这个字儿去形容，能用3个字儿的，绝对不用用4个字儿。那完了，那他过来之后，我说那是上来就给我嘴巴子。那倒也不至于这样，因为跟你也不太熟啊，扇不着你啊。对，第2个稍微严重一点的呢，就是很喜欢潮流。这太知道了。德云社的基地啊，
德云社，我师傅的缩写就是 GDG 啊。这个他呢也很喜欢用电子产品，买那 iPad 都是买最大的。这么大个儿啊？对，上飞机举着一个 iPad， 感觉小桌板被他拆下来了。98寸的 iPad， 让一让。好了，又一个包袱响了。好了，神经病啊！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爱听徒弟们讲八卦。真的？他也爱听八卦。当然了，比如说今天有很多趣事，我们愿意跟他去分享一些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也会经常的把一些自己最近新学到的一些技能，除了相声以外的带给师傅。比如说老秦，就是最近爱上掏耳朵。采耳，采耳，没事出门拿一小盒，一打开，长的、短的、方的、圆的，带尖带刺带棱带刃的。等一下，那后面那些是吗？18万兵刃。然后呢，就邀请我师傅掏耳朵，然后老秦就坐在那儿呢，让我师傅躺在他腿上。哇塞啊！老秦就捧着我师傅的大脑瓜，哇，全是智慧，然后跟那叭叭叭叭叭掏完这边耳朵呢，该翻一面掏那边了。过来，他不翻，直接捅过去，哎。穿耳，那不叫掏耳，穿耳了好吗？老秦给我掏完，师傅掏完一边的时候，也是喊了好几声，我师傅没理他，掏楼了直接。师傅翻身啊！后来给我师傅发的微信，师傅该换另一边了。我师傅说不掏了。那智力是有点缺陷的。他这给人掏着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一只蚊子落在他手上了。哎呦天哪！我刚要说，我说不要拍，啪！真的假的？听起来很离谱吧？这是真事儿。当时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你们老问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龙字科的龙了，牛逼啊！但是说实话呢，其实我也有一点这个小技能，就是我师傅，你看各位见过吧？那个头型，桃心儿啊，就是这个发型出门呢，我师娘不能天天跟着呀，就让我们这帮熟悉的徒弟呢，经常的帮他理发。有一回呢，去这个澳洲演出的时候呢，就好几天没剃了，也都长长了。上边的拿卡尺叭叭叭一剃简单，下边其实对于男生来说更好操作，就拿那刮胡刀抹上泡沫，呲儿。那需要技术。但是赶巧啊，可能刚到国外有点时差，有点上火，脑子上呢就起了点小包。天哪！我就给他刮的时候，就是走，词儿，我出血了。但是我也眼疾手快，我就摁上了，我就拿这手接词儿。师傅说：“我师傅你在干嘛？”我拿 iPad 就看见了，这后边他运过来了。我师傅也有感觉，他也疼嘛，确实稍微也有点感觉。喂！哇，那你手还得跟着他的头写，哎，到这儿，对，我就摁住了。我师傅说：“你把手给我撒开。”我说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”然后我就撒开手，这血滋就出来了。哎呀，好吓人啊！然后我说：“没事，师傅，就是有点小包，有个小包不是很大的血。”我说：“咱这么着，撕点纸，哎，贴上，一会儿就止血了。”然后接着刮这边，走，词儿又刮一下。哎呦喂！就是后来反正就词儿滑。顾老师变成花洒了啊！我就跟我师傅说，要不然还是来一张整纸吧，全给他包上啊！你要表达的是师傅金钟罩铁布衫，我感觉是。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什么呢？技多不压身，但是有可能会压到师傅。就是说，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会一些别的东西，可能是一种社交的通路。哎，那个刚才我们听见就是感觉，其实那个郭老师对咱们徒弟们就关系特别好哈，也有不好，也有吧？听听哪儿不好？听听哪儿不好？比方说，我那个老得罪师傅，因为我那个都管我叫德云坟王哦。德云坟王就是老做那个作死的事儿啊，在德云社经常这样干。比方说那个就在台上拿我师傅砸挂的，就是拿师傅开玩笑一样，说我师傅什么个矮呀，啊什么跳起来抽我膝盖呀，给师傅编什么顺口溜，有刚粗没刚高，除了屁股全是腰。那时候我老编一个歌，这个有一个人能听过这歌，就是编了几句啊，给大家来两句啊，就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来到德云社。德云社里的流氓多，流氓头子他姓郭。原来是你写的，是我编的。师傅这段应该听不见，他应该这一段师傅会拿着 iPad 好好的看他。师傅拿大 iPad 啊。
张伦一直反复的看，说这一段，然后还跟着合唱呢，他姓我。就是说白了吧，我们日常啊学这些小把戏图个乐，但是师傅教我们的可不是这样。我师傅说，最多的就是冬练3宿，夏练3伏。相声学艺的路没有捷径可走，好手艺得经得过千锤百炼。俗话说得好，慢工才能出细活。就像美素佳儿一样，他家的奶牛是经过2255天超长自然放牧。非得等黑麦草长到15厘米才能喂牛，不催牛产奶，不用激素，慢慢来，就靠着这份死磕劲儿，才使得美素佳尔的优质奶源富含天然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。想要好手艺，就得花时间慢慢学。哎呀，我之前碰那个还是我们的师傅，因为那个节目就是要去跟各种前辈住人家家。之前我们去了韩磊老师的家，然后但是韩磊老师看我们跟他在一块玩的特别好，他特别开心，他跟我们说他要教我们吐纳。好，我们先去的第一天，一进去说走，跟我出去遛弯，遛弯出去干嘛？说吃雪去。天哪，那个东西最脏了！妈呀，韩磊老师不在乎那个，他向天再借500年，他不怕这个。然后呢，然后后来呢，老师说，一个歌手重点是气息要足。韩磊老师练气息的时候是要去个高塔的上面，20-30米的这样一个塔上面。避雷针上面。对，然后那个让我们坐在那儿，开始每个人盘腿，手搁在这儿，然后开始吐纳，就是要练这个吐纳。但是呢，因为是冬天，巨冷无比，然后让我们闭上眼睛，我吐着吐着呢，就感觉这个鼻涕啊就往下，然后呢就开始听着边上这声啊，就是吸溜，就开始变成吃雪，让韩磊老师怼过来，吃过冰吗？你以为只有雪能吃啊？好，朋友们练出来了，吐纳练出来了。然后好，用这个走路。用这个走路，工作人员上来，顺着上来补妆，爬上来呀，神经病啊！我打他们，不要闹了，打你们！当然说，我确实看见了旁边的同僚们，已经每个人都是结冰的了，在这儿。但是，韩磊老师不说下去，咱们下不去嘛？对，韩磊老师后来吐纳最开始吐纳是。接下来吐纳开始变成，我就赶紧接一句，我说老师是不是咱们可以下去了？走，然后就一块走了。他是硬聊是吧？硬聊，跟你们硬聊。因为老师其实也杠在那儿了，就是他是我们的学生，学生们都能忍这么冷，我也要忍住。我感觉有时候录节目就骑虎难下，就硬着头皮。对，不知道录到什么时候。对，大家说了那么多，看似好像在吐槽自己的师徒关系什么的，其实就是展示师徒情深，对不对？是。其实身边很多长辈还有那种前辈都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啊，所以年轻人如果处理不了的问题，还是要大胆的求助这些师傅。他们可能嘴巴上说的特别严厉，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帮的最给力的啊，所以要大胆的提出你的想法啊，必须的，耶。好嘞，那么下面到了我们的李川，掌声！哟！我发现，哇，好帅！有些角色一演就是一辈子。哇，好莫名其妙。演员呢，就是要演什么像什么，要演很多角色。但是，某一些角色演过一次以后就忘不掉了。哎呦，什么呀？就是我在创造出还有一个，他是专门贴膜的，是吧？贴钻的。天哪，他这上面写着“李总”2个字。我在创造出李总这个角色之前，也是一个清纯的男大啊，清纯男大。其实说实话啊，蛮正常的，也一般啊。但是我开始做演员以后，虽然也演过一些偶像剧，但演的都是那种暖男二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帅了，帅了。后来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堕落到李总这个角色的？
主要就是因为在演一些偶像剧的时候，我发现偶像剧有些台词真的说不出口啊，真的很油腻。对你都有油腻的东西，我想听听是什么台词。哎，对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有一些油腻的感觉的。现在是很舒适了，美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有没有机会来讽刺一下这种现象？所以呢，我就搜集了很多这样的素材，我就想说做这样的喜剧。但是我想说，这种让人生理不适的喜剧呢，就是又让大家生理不适，但又不能太过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自己融化成这个角色。融化，入戏了啊！融化成这个角色之后呢，我就找身边的人来测试。哇，挨个恶心啊！那么谁是我的实验对象呢？受伤最深的人就是最爱我的人。不是，一开始是这样，刚跟他在一起，他要给我介绍给他的朋友，然后呢，我想说在他的朋友面前，我还是要装一装的。是，他要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。不是一起过的意思，就是对不起，跟他的朋友一起聚个餐，对，整个的聚餐时候，我都时刻提醒自己，我说不能油腻，不能油腻，不能油腻。吃到最后了，是个韩餐，然后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吃到那个火辣凤爪？对，他当时就被辣到了，他说哦，好辣好辣，我说哦，没有你辣。哎呦，以后我这个游轮这是不配称这个名字，这才真的油啊！后来我就放开了，我就在生活当中我就肆无忌惮了。每天她化妆，我说哦，女人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你的口红被我承包了。但记得每天要还我一点哦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先走一步了。你为什么不报警？这么可怜的人生，你为什么不找朋友倾诉？这个是精神暴力哦，这个是。这才刚开了一个头。天哪，李川，你们看大老师多平静，我受过这个打击已经很多遍了，我都没有任何的平淡如水啊！不愧是学过吐纳的人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做一个油腻抗压测试，哎，大家都能够参与。好 ，OK， 众生平等，好吗？让你们体验一下我每天的精彩生活。来体验一下，来我们这脂肪肝都要起来了。众生平游，来，就是大家随意有我牛吃草4个字，你们随意排列组合，然后第一想法告诉我，随意排列组合。我牛吃草，牛吃我草。哦，不对，我吃草牛，不对，我吃牛也不对。我劝你们不要太努力。我明白，因为他最后的底会非常恶心。来，公布一下，标准答案是牛吃草。哎，没有啊，里面我呢？你在我心里啊，你在我心里啊。迪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父亲、母亲，我在他心里相当于下油锅，就是。我本来想说，这次来到了这里，我感觉到这里特别像一个那个游乐园一样，然后包括那边有很多那个旋转木马。不，那我错了，是旋转。又是我！哇！是这个最恶心的，当时我听的就是这个。我受过这个打击已经很多遍了，平淡如水啊。谢谢。旋转嘛，旋转嘛，旋转灯嘛。你们有没有任何一个小的东西给李川？李川当时我那个他是太恶心了。来，咱们随便谁有戒指吗？或者谁的一个戒指？来，这个可以，来这个小东西啊。李川说他要给你变个魔术啊，是这样的。来这个，来那个薛之谦看，给他看，我休息会儿。等会儿。注意啊，这个非常恶心啊！哎，但是得睁眼看完再死。其实非常简单一个小魔术。刚才这是谁给的 ？OK， 饼哥我们没有串通好吧？
OK， 这是现场 Q 到，我完全没有准备，好吧？这个在这里，看到了，然后现在完全不可能在这边吧？然后稍微对他们吹一口气，你要比他还恶心。对哪个吹？就是对2只手。好 ，OK， 吹完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哦！看好了，看好了。我操！戒指不要了，戒指，这戒指不要了。谢谢李川，好恐怖啊！是不是？刚才只是生活中，真的要我命。工作中如果这么游的话，就出问题了。跟领导这样啊？就是我们那个节目播出了以后上了个热搜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制作公司的那个老板就特别开心，给我截了一个图，这是热搜第10名，然后就直接给人发过去。哦，为什么不是第1名？3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这个热搜冲上第1名。你都是用语音给别人，对。然后老板说我可以1秒钟让你死掉，然后就没回我，我就想说那我得追一条吧，我说哦，老板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？你是在欲擒故纵的。发现已经拉黑了。不，我转头再看热搜撤下去了。所以朋友们，就是表演一个角色呢，是演员的本职工作。我虽然自己演得很难受，你没有，哦，你捞，但你看起来超爱。我现在恍惚了，都已经，我感觉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不，我纯粹是为了讽刺油腻。但是，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的话，看看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他自个儿的杯子呀！我还是愿意为大家一直演下去的。哎呦我天哪！然后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我的提案了，谢谢。服了。我真的没有吹牛吧？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句句属实。我说他台上是那样的，表里如一，台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锤锤是一个非常棒的，他精神世界非常高啊，他能忍了这么多，真的很棒哇！对于我跟他2个人的关系，很多网友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的。然后其实我看到有一条评论非常的刺眼，说那个从前你要是说锤娜丽莎有这么高这么帅的男朋友，我可能会羡慕他，但是现在我非常心疼他。每天在家给自个儿打气，妈，我不是孬种。我又跟他过了一天，对，不是孬种，对。哎，李川，你每回就是停在那个包袱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马上你要说那句的时候，底下就要炸场。你那一瞬间肯定，我的内心就是有种我要为大家使喽。对呀，我那个特厉害，他知道马上那一下，那一下的时候就知道全场就要这样了。那个其实挺来劲的。我得给李川一个垫子，哎呀，真的不错。李川，这个不是电，这是为爱发电。这个拿走，来啊！哎呀，来，给您。哎呀，谢谢，来，老师，这是薛之谦副局长给我的，是的，没错了，你来的没一次垮的，今天他太棒了，我的天哪！尤其是他给你做这个，是不是？哇，好恶心啊！薛之谦有没有被角色影响的事儿？小时候我们都容易被角色影响。我小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恶心的外号啊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当时我们小时候在看的一部动画片是《圣斗士》啊，《圣斗士星矢》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小时候看《圣斗士》的时候，你非常超级有代入感，你会觉得哇，有12黄金圣斗士，你会找自己是哪一个？我也是，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我是巨蟹座，我就很期待巨蟹座出来。哇，巨蟹座出来，哇，全场最傻的就是他，而且他很邪恶。然后他那个头盔也是完全按照一只大闸蟹做的，然后我觉得哇，好丢人啊！然后放到后面了嘛，哇，处女座出来了，很帅吧？我的天哪，是不是？太帅了，而且他是最接近神的男人。我就骗大家，我说你在单位你什么座的？我说我是处女座的。哇！
瞎说，就为了说哎，小时候同学都不知道嘛，都跟你一起的啊。处女座真的好厉害啊！你是几月几号的？我是7月17号的。所有的同学看我一眼，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没有人知道什么座是怎么回事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朋友，过2天嘛，他们说不对，薛先你不是处女座，我问过爸爸了，7月17号不是处女，是巨蟹的。完了完了，露馅了！我说不是，我真的是处女，我就是处女，我有证据。我说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这么白。我说我给你们看，我是不是像女生一样？后来全班女生都过来，对对对，我们是女生都没她白，她肯定是处女座的。然后他们就叫我什么知道吗？后来我就取了个外号叫处女哥。恶心吗？好奇怪的名字啊，但是就觉得很拽。然后当时我们还有一部同时的剧也影响我了，叫《邋遢大王》。哎呦，我太喜欢邋遢大王了。叫邋遢。真呀，真邋遢。这2部是轮着播的。等会儿，好喜欢。我没明白邋遢大王跟处女座的结合。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很喜欢那部戏，然后我们小朋友也都很喜欢。但是你要学邋遢大王，你必须有一个选择，就你不能洗澡，你必须要很邋遢，你才能遇到奇遇的事情。哦。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了处女大王。好烂啊！我天哪！对，好了，一个非常无耻的笑话。救命！哎，我是不是唯一一个用模仿过的身份商演过的人？商演怎么用别人啊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以前老模仿易中天嘛。啊。然后请不到易老师请。不是。就易中天模仿秀，但是你去演。对对，是他张伟。然后因为人家当时是跟我说我这个人老少皆宜，然后他说我跟我爸都特别喜欢你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我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喜欢你，我爸喜欢易中天。刚好一个融合。因为咱们是歌手吧，咱们是会唱歌的，但是那回那个价给的真给钱呀、然后那收了2个人的价钱，他和易中天老师。哇，易老师。因为那个节目虽然红，但是咱们要有自知之明，他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个节目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在演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喝酒只能喝一中天的时候，我一出来，只有这一小撮，差不多只有100多个人在那乐，剩下2900个人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台上这个人，他不是大张伟吗？他不是乐队那个吗？为什么他要这样？大家好，我是易中天，2个人对。后来我就开始用我的那些了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整个才能挽回这个局面。这点钱不好挣。众所周知啊，就是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是表情帝这个标签了啊。我记得我人生第一场戏，一来就是去酒吧演那种垃圾人哈，去调戏别人。垃圾人不是，就是没有那个台词，就那种流氓。我正常演，我说美女，能请你喝杯酒吗？咔，表情帝嘞，表情帝，太平了，出来就要表情，表情就要一下子哈引爆整个荧幕。你知道那场戏我最后怎么演的吗？怎么？我人躲在桌子下面，我出场是这样的。美女，能请你喝杯酒吗？过了啊，那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的，反正就过了。后来又接到一些戏，说只有一个店小二让我去演。这个店小二，反正他们在那边打斗，你在旁边看就好了，拍你一些反应镜头。我就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开始了，全是这种镜头。演完以后说，来，我们再加场戏，就是客人突然生气了，打你一巴掌，然后你要用表情的方式演出那种慢镜头啊，那种慢速镜头嘛。我自己打一巴掌，我这样，你好，你好，全接的这种戏，而且我啊，因为现在要求我演的戏也是让我那样。该不会10年之后我还得那样吧？会跟你一生，这是我们终身的烙印。我出道那个表情帝都已经2010年，14年了，深入人心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角色至少还有10几年，够吃。那大家再承受10几年吧，很好的一件事情哈。总而言之，就做自己，不管演的是什么人设，只要有人喜欢，都是好事情啊。好嘞。那么，下面各位掌声疯狂鼓励，到了我们的留言。哇塞，可以情绪价值。来喽来喽！我发现，怎么这么好看？哇
哇，这么好看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哇，感觉多了一个女版的刘维，发现什么也不说，就是跳。不是说尴尬了才跳舞吧？什么都没发生就开始跳，先正个场，先正个场。为什么一定要尬舞开场？它特别符合我今天发现的主题。我发现，尴尬是人生的常态。因为今天现场很多美女00后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以前是做主持人的。这我们都知道啊。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就要问了：刘妍姐怎么可能？你以前是做主持人的，你怎么可能说话让人尴尬？不是的，我前2天就发生说话尴尬的事情。我去参加我一个好朋友歌手，就是王铮20年出道的演唱会，就唱那个我们都是好孩子，还有些人记得哈。这句话就很让人尴尬。这句话在点谁？喂，王铮老师。人家出道20年还有人记，王铮躺枪啊。然后阿朵也来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阿朵一看就说：“哇，王铮20年演唱会，他怎么那么随便，穿着这个休闲服就上来了？哎，要命了，要命了！他的头发怎么那么丑，而且没洗过，怎么就做造型就出来？”正在唱歌了，这那么吵，你别这样啊！他太没礼貌了吧？他对我说，吓我一跳。所以我还劝阿朵，我说你别说，千万别说。就阿朵上去之后很顺利，然后送花，2姐妹就相拥而泣，很感人，然后走了。然后我就到后台，我也很激动，我就说：“真正你今天表现得特别棒，非常的完美。但有一说一，就一点啊，阿朵说你的头发太丑了。”哦，你这故事说出来根本不是你尴尬，是你阿朵尴尬了。那一瞬间，所有人就是一直转头看向王铮的后方，就是化妆师就在他身后。就他做的头发，化妆师说：“我怎么这么好看？”就是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尴尬，就是我到这个年纪了，我还这样说错话，一句话同时得罪3个人。你说完这么多，阿朵姐还有王铮都知道你在这儿咔咔说吗？可以跳舞了，可以开始跳舞了。不用跳舞，不用跳舞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有一个比较开心的彩蛋，也是关于尴尬的，就是我搭戏那么多男演员，我唯独败在他的面前。就是你无法接住一个那么真诚表演、那么有即兴、真实反应的男演员的戏，请看 VCR。哇，睡觉都不写住，好假！你笑。他很即兴，像我们都是拍谁的反应，拍谁的反应，搭戏给他搭戏的时候累死了。他是随叫随咔，随咔随接，随接随咔，而且每遍还不一样。你根本没有办法演戏，你刚到这儿，然后他说咔，我接一下。这个事情还没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，我跟柳岩都懵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跟我对词，我在说，然后我说错词了，我就说哎呀，你这个事情再来一遍啊，哎呀又说错了。再来一遍的，我就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。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说没有叛逆。你知道吗？这种事情是非常尴尬的，好尴尬。我当时就想挖个洞钻在地上，就是那种没看出来。不是，当时拍那个《百川狂想曲》里面，其实特别容易笑场，因为我们几个特别熟嘛。然后有一场戏还是刘维和那个柳岩姐要演情侣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演她老公。然后你还要演霸总啊！我现在看完李川的表演，我觉得我好像来吧，李川给刘维演示霸总如何保护自己心爱的。我搭个戏吧，帮我。好，帮我搭个戏，帮我搭个戏。好。哇，又要来了！怎么搭？假设你是那个女主，然后比如说你这儿有危险，找一个比较那个炳哥吧，炳哥假装是那个坏人。偶像剧里面是什么样呢？就是比如说一般就是坏人还没有接近他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男主突然冲了出来，然后就会有个慢镜回放，就是2个人深情对望，然后旋转什么之类的，给他们2个足够的时间，然后坏人才会冲进来。哒哒，自己吓自己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我来保护你，我来保护你。
放心，我来保护你。男人，你若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我必毁你整个天堂。打不过他的。对付这种人，我只需要一根手指便够了。小傻瓜，小傻瓜，小傻瓜。Oh my god！ 手柄要我忍不了。妈妈，我不是孬种，我不是孬种啊！回家我跟我媳妇怎么解释？出来让李川调戏了。李总，哎呀，这段掐了吧，毕竟我还有俩孩子上学，在学校都抬不起头了。你一去多好，小朋友蹦着弄你鼻子，小傻瓜，小傻瓜。哎，来，赶紧总结了，总结好的啊！尴尬是人生的常态。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尴尬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太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眼光。但是当你坦然处之面对它，尴尬就会消失了。所以说呢，接受尴尬，人生开挂。棒棒棒！大家应该都有尴尬的事吧？确实，火星这个节目录多了，很容易出去办尴尬的事儿。我就前2天录那个央视春晚的一个前期的，不是，丢会，等一下，请听好，央视春晚前期的一档，就是类似于我要上春晚，对，类似于那种节目。对对对，然后小尼哥是主持，我之前跟小尼哥合作过，然后当时还有凯丽姐，然后当时那个小尼哥看到凯丽姐就是热情的相拥，说：“哎呀，凯丽姐好久不见。”然后看到我了之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可能搞笑艺人吧，就是综艺艺人应该有综艺艺人打招呼的方式。然后小尼哥看着我说：“你是谁呀？你是哪一位呀？”就搞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他是在跟我开玩笑，可是凯丽姐不知道。然后凯丽姐就以为他真的不认识我，凯丽姐就在旁边跟他说：“他叫刘维。”当时整个人想说：“天哪，我如何去化解这个尴尬？”你没有直接说我们认识对吗？我没有直接说，我直接说：“小尼哥，你忘了我是谁了？”我就是我那时候想证明说我跟他是熟的，但是我可能没有找好那个度啊，妈呀！当时就很尴尬，然后小尼哥整个人愣住了。然后他当时就跟我来了句说：“刘维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然后凯丽姐也懵了，凯丽，我当时也觉得很想死。我说我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不礼貌的事情？然后我当时拧完了之后，我就说：“我说哥，这是我新歌的一个舞蹈。”指尖轻轻轻触碰，爱们慢慢为你流动，浅浅的笑容，就化解了这个尴尬。但是确实那个很尴尬。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下意识会造成一些尴尬。我上次跟我朋友坐车嘛，开出去一会儿，我就发现他没系安全带。我搜一个那种视频出来给他看，有个那种公益广告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？就是那个司机开车载一个人，砰一下子撞树上了，撞树上之后呢，人就躺在那儿了，开始灵魂出窍，有个人就这么飘，但那个人系了安全带，等于说那个安全带把他魂魄这样勒回来了。哈！我觉得广告拍得特别好，有那个人就回来了，说明系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生命的。我就拿这个视频给他看，他就说知道了，系安全带。然后我还在那讲，我说你看，这个驾驶员就没系安全带，升天了吧他，出车祸了他。当时那个司机，我明显感觉到他扭了下头。所以有时候说话时候，但你真的经常这样，跟他吃饭点菜点多了，他直接不会制止我，直接给我拿手机给我看那种希望小学那种孩子。还有水稻是如何种植的。我们要用公益的方式提醒大家要尊重粮食，注意安全。厉害！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是吗？对。那我算什么？你是哪个？你是哪？我是那个。你刚才你不是那个受伤了？没有，我刚跟他说，他刚刚给我微信上发消息，真的很吵。他9分钟没回，我9分钟他不回我都不会这样。你凭什么要求啊？我原来看节目也是以为他是拍好的，直到刚才我们彩排没有摄像机的情况下，他也这样哈，他也跟我来这套，我一个白眼飞上天，我太爱了，没办法。那走吧。
走吧。走，加个油吧，给他们。加油吧，对啊，加点油。那加油，我们李川老师去一个人去就够了，加满给他们去。但我一个人不行，因为我一个人我就是会油腔滑调。你要有他才行。你再给我多说一句。嗨，哎，我，我们过来敬一下地主之谊。Hello， 来斗地主。哎，你们这儿凉快啊？是吧？啊，来，开始消夏晚会了，我们已经大过年的，你说这太热闹了。对，坐。这都在哪个节目都见过吗？哈？啥？这是不好意思啊，给德云社丢人了。刚才我们说了一句方言，我好像哪里见过你哦。哦，我今天老觉得他像谁，他最后自曝说他像王蒙。哦，真的好像，我越看越像，我跟你说。我们这还有个杨迪，谁像杨迪啊？他声音非常像杨迪。我叫杨迪。你是爆改版的杨迪是吗？您也是那个他老乡吗？确实，我们都四川人。哦。你要讲四川话呢，我听听看像不像？讲四川话讲那就是一模一样喽。一模一样，他的这个一模一样，对，他重音啊，太像了。下一位会是谁呢？好，哎呦，到我了。耶！哇哦，那我就要开始说，我发现。很多新手可能没有保护期。大家都玩过游戏吧，都知道刚进去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纯新手，他是有那个无敌时间的，就在这个新手期，他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。对。但是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其实一般都不按照常理出牌的。那我呢，就完全没有这个新手保护期。为什么？就是首先呢，那会儿刚参加工作，当时有工作人员就说：“哎，这个黄子有一个工作啊，可能钱不多，2000块钱。多少钱？2000块钱嘛。2000块钱哦，很多了。”我说那干没关系，我说有活就行，没问题，可以。然后就接了嘛，接了以后，哎，然后那一天呢，道路特别曲折，就在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。到了以后，坏消息，只有20分钟时间要做妆发了。然后当时我就跑过去跟那个老师看了我一眼，15分钟搞定。我当时问。哇，我寻思，我说天生丽质，这底子这么好吗？难道我说哇，我说倒是这个黑眼圈，老师可以帮我遮一下，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然后呢，他准备化妆，哎，先兜里掏出来粉底液，我一看那颜色，我以为是巧克力，结果一看，我说老师，我说这个颜色是不是太深了一点？然后老师说，哎，你不懂，男孩子要 man 要气质，皮肤得深，健康美啊。对吧？说是得来这个，你相信我，没问题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然后他顺着我这黑眼圈开始画，某种意义上，他确实把我的黑眼圈给遮住了。哎，他把我的黑眼圈变成了黑脸圈。哇，宋小宝扩散了。所以说当时就顶着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开始了这样一天的工作。那一天你就溜黑摊吧，一脖子都是黑摊。那个时候很容易这种情况，就是你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特别相信化妆师，他画什么你就认。对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09年，有一个工作我要去那个化妆间嘛，就说老师你好，我来化妆，我要演白素贞，所以你就给我画白娘子就好了。他就开始画，咔，他把我往蛇上面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画成白娘子的原型，非常白，然后开始画嘴了。艺伎的那种嘴，就这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按照葫芦娃里面的蛇精画啊。哦，有可能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上台了，我一上去，当，把观众都吓一跳哈。导播间突然就咔，谁给他化的妆像个纸扎人儿？真的，纯纸扎人儿。下面的几个评委老师有那个黄安哥，还有吉米，那个化妆师吉米疯了。吉米老师作为化妆师，整个人都醒了。我都这辈子都追不上了这个妆，反正很震撼。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相信化妆师容易化，还好这一段好像找不到任何影像资料，因为我下去改妆了。那你继续你的，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妆，然后就继续演出。演完了以后，就下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哇，又是掌声什么，很开心哦。他们平时还说，哎，谢谢黄子老师。我说，真的，我说，哎，别，我说谢我干嘛？我说你们更辛苦。然后谢了一路，一直谢。进去以后回屋了以后，我发现悟光他们一路给情绪驾驶，满屋摆满的就是麦当劳吃的，角落里我看还有几个香芋派。我走过去我就刚好问我说，哎，这个我能不能吃一个？因为肚子有点饿嘛。
随便吃，都是你的，可以吃。对你这么好啊，哇，很开心啊！我不光我要给他吃了，我还要把这些垃圾全收了，然后拎着垃圾，然后结束，然后出去了以后，工作人员送完我，然后顺便说，哎，黄子，那个刚才那个麦当劳就是900块钱，然后完了以后你不用操心，账呢就直接从你那个2000里的劳务里就走掉了。你请的，搞了半天，谢谢黄老师请吃东西，谢谢，怪不得是这个事儿啊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大家谢我谢成那样，而且工作人员都告诉我了，他说全是你的，全是你的，随便吃。按照现在的逻辑是，如果你一个月大概差不多赚5000块钱的话，你就一拿到工资以后请别人吃掉2500，对，是吧？后面呢啊，我这个就来到了1年的最重要的时间，到年底嘛，我觉得多少。挣钱看一下自己的所有的劳务啊、收入啊、收入什么，这个很有成就感的。我觉得第一次是工作，然后一看发现哇，还是蛮多钱的，真的蛮多钱。但是我说，哎，大家的公司前面都会有那个破折号吗？破折号？什么破折号？后面他告诉我说，这个符号叫负号啊，欠钱了啊，对，倒欠了一笔钱。然后我就去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支出啊什么的。首先呢，900块钱的麦当劳肯定是在上面的吗？是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什么水电费、物业费啊，这怎么也跟你要啊？公司平摊嘛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啊。当然啊，我们只是赔钱货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，没有流水，只告诉你欠我的。到后面我一看，下面还有1人车马费、团队车马费，然后我还看到一个。司机车马费，瞬间脑子爆炸！你这个合约是怎么签的呀？哇塞，我太厉害了！但我觉得呢，一切我觉得经费没挣到，但是我经验还是挣到了。那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呢，我觉得都是一部分嘛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前几天算了一下，我今年2024年呢，我一共工作了341天。哇，哎呀，哇，好羡慕啊，真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至少有的时候有些工作你还得算上飞行日吧？对啊，你341天，你可能就休息了10天哦，10几天。对对对，为什么要还债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呀？还在还那个账单哈，他欠的车马费。我觉得这个报复性工作就确实是因为。饿过，所以说在有机会工作的时候，我会使劲去工作。我觉得就是还年轻，我就说使劲干嘛，对吧？就无所谓。但是你享受是吧？你享受每一个工作的当时。其实是我运气比较好的一个点，是我接触的很多工作都是我很喜欢的工作。那是因为你认为你喜欢嘛，对吧？就这件事。对。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挺幸运的。我就是对。然后，所以说我会觉得，其实很多初入职场的新人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发现新人根本没有保护期，那就一定要尽快的打怪升级，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无敌状态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黄子，你是我偶像，我太喜欢你了。你是享受于工作的是吗？就是你工作这么多天，你没有一天觉得我在干嘛？有过累过，或者说就是可能说要不休息一下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能很快的就是就是又复活。天哪！我之前看一个人说了一个话，我觉得特别对。他说一个人重要的一生在于不是你干了多少事儿，是你主动干了多少事儿。对，就是因为你主动去做的事情才有意义。因为有很多工作是别人赋予你的，对，你不得不做，弄得你就感觉你不工作不是来自于热爱，是因为也有恐惧，你怕你没活儿。对，然后但是你居然热爱你每个工作，哇！我同时也担心说万一没有工作怎么办，所以说是两者同时的心理。哇，好棒！但是你也是这种人呀，没有，我有回录节目录到崩溃，因为我真的很不爱录户外综艺，就是那种互相要去竞争的那种节目。然后录到我当时就是说那个节目组都挺好的，所有人都很好。我跑着，我就突然问我以为别人在叫我。我仿佛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你在干嘛，然后我就停下来问我自己我在干嘛，就是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工作，我也根本不想来跑，我的那个生活的这种广度已经够了，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个工作了，就是因为我恐惧我没有活，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过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塞，我这么努力累得跟疯子一样，然后这么多年这么努力，我不能因为恐惧再接着工作。后来就是我觉得你特别棒，我们做的每一个工作来自于热爱。来自于对他尊重啊，才去做。哎，后面几个观众怎么的？打瞌睡了？不能吧？是不是为了火星情报局开会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啊？什么？听我们这么精彩的体验也能犯瞌睡？我必须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深度好睡眠的解决方案了，请听。
月光洒在了窗前，宁静悄悄在蔓延，疲惫的心渴望着晚安，身体被柔软包裹，仿佛就置身云外，期待梦见你的笑脸。每天熟睡醒来，装满了门，多亏抗拒放慢，持久接近，麒麟们给你深度好睡眠。Oh yeah。慢慢闭上眼睛，好运就会来，安心入眠就是现在，一直陪伴，安心每晚。慢慢闭上眼睛，好运就会来，安心入眠就是现在，一直陪伴，在你耳边说一句晚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紧张一晚上了，提案都没这个紧张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锤锤来喽。哦，我发现，哇哦，在天上总是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天上。嫦娥，我这里指的天是在乘坐飞机的时候。OK， 本人有幸第一次坐飞机出国游玩，是托李总的福。哎呀，那一辆航班上面全部都是外国的工作人员，国际航班。对，第一次出国，我属于那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对方一旦有一点口音，我就听不懂。然后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那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印度的空姐，印度空姐摇着头就来了。哎，答应啊，你好你好。给他一杯。然后他把菜单递给我了，我就把那菜单接过来，我说哦 ，thank you， 哇哦。翻开那个菜单，第一页全英文，两眼一黑；第二页还是全英文，两眼一黑又一黑。因为我特别怕就是在外边被外国人看不起，说你英文不好或者怎么样的，我就看了半天。I'm not hungry, thank you。你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最吃惊的是我，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听过他说我不饿这3个字。因为那飞机上一共有2餐，你第一餐你说你不饿，你昏过去了；你第二餐你要还不饿，那你太厉害了。然后最后一餐的时候，我实在不行了，整个人嘴唇发白，躺在那里装死，不行，我得吃。然后那个飞机上提供流食，然后直接给个管儿给那喝。最后勇气，我闭着左觉看到那个 beef， 哇哦，牛肉可吃 ，beef， noodle 好，牛肉面来一个。哦，好吓人。上来松了口气，确实是一碗牛肉面，但是那种牛肉意大利面。他给了我一些那个刀叉，我实在是用不惯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就举手，我 hello， 摇着头又来了，给他要别。然后我说要个筷子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筷子怎么说。我说I want this。好，然后一口就 no smoki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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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机上不让抽烟。我说 no smoking no I know I want this。来一条。Wait a minute。然后之后再去拿，我以为他听懂了，我以为他还给我一双筷子。啊，拿了个什么？然后给我拿了一把剪刀。哎，这个很像啊，剪刀差不多啊。剪刀是管制刀具，用完一定要还给他的，他就看着我。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拿那个剪刀对着那个面条剪了2下。你要是那个面条长一点，拿叉子转还能送到嘴里。对啊，全剪短了，真的变流食了。我只能拿那个叉子当勺子用，怎么吃？我怕别人就是说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唱了一首韩文歌《乌里萨》。跟你一个的路子我也遇到过，那个坐的航空好像是澳大利亚航空还不是什么的，然后是一个阿姨，年纪大的一个这样的空姐来服务。哦，
然后他那个因为是长途的飞行，大概10几个小时，但是他们那个航空公司是不发拖鞋的，是发袜子的。袜子当时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袜子怎么说了，但袜子我因为当时英文不是很好，对。socks 对吧？是 socks， 可是我当时就混到了一个 socks 一个 sex 都混在里面了。socks， 就我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空姐吧说 sex， 我说啊，我就比划，我说啊那个sex， 那空姐懵了，你懂吗？后来空姐吹着萨克斯出来的。回家梆梆梆 ，You know me， 梆梆。就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我特别好的朋友，近2年来让我笑得最大声的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嘻哈，她是一位优秀的空中乘务人员，每天给我讲那些很奇葩的，她碰到过就是很匪夷所思的乘客。就是前2年嘛，她上飞机检查，就是起飞前的安全检查，看了一圈，哎，看到一位男士没有戴口罩，说：“这位先生，麻烦请戴上您的口罩。”然后那先生把那个包从那个行李架上拿下来。没戴口罩，摸了一个头盔出来。有病！他中间吃饭呢，就是这样。他这儿打开都只能开到这儿。空姐问他要什么，还要挑着，当当当。呀！所以说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少给我们的乘务人员增添麻烦，再就是大家就多多自觉，然后那个一起守护我们的美好的航空环境。谢谢。下面有请到我们的张鹤伦先生带来提案。我发现，只要拍板足够快，没有矛盾，只有爱。要说到那个我跟我媳妇儿的婚姻爱情故事了，我们两个呢结婚了快15年了。结婚来说可以用一个快字来形容。有人可以算闪婚，闪婚，俺叫魏淑菲，7年未婚。相声演员是不是要这样的？你不了解我经常出现这种，垃圾一贯都这样。正常啊。我们俩结婚应该是到今年来说可不到15年，但是我们当时刚认识的时候呢 ，QQ 聊了得有半年。我们就结婚了，在哪儿结婚啊 ？QQ 空间吗？线上办了一婚礼，葬爱家族游轮。今天晚上在刚给对方充了 Q 币，对 ，Q 币穿衣服，买新郎官衣服啊，还挺浪漫的。你看兑现承诺了，我们两个就走进了婚礼殿堂。然后我们俩生活当中比较快，用一个快字来形容我，也形容他。怎么快？为什么说快呢？有次做饭呢，那天啊是烙那个馅饼，这是韭菜鸡蛋的。刚开始我特别爱吃这个，但是通过这一次之后吧，就是告别了馅饼了。怎么告别了？对我媳妇儿呢，就那意思，吃馅饼呢，你少吃点油，对你健康。哎，但是我认为啊，馅饼这个东西你少放油，它两边都干巴了，不香，就不好吃了。我说你多放点油，那馅饼你看市场卖的，最起码它都软乎的，这得有油吧？对，透着那油，对。然后他就因为这个，你是在说我吗？是我烙的不好吗？你吃几回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紧接着，眼泪，唰就哭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好好一个馅饼，那不吃不就得了吗？不吃咱没有矛盾了。我就把馅饼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。那时候正在和面的阶段。对，凡事很果断。今天晚上咱们吃面条，变成吃面条了，没有纷争。面条还是用里面扔进来的面再拿着再扯。这真是那样的。后来吃的面条，包括我们俩洗澡吧。用那个浴花，我媳妇儿就比较挑剔。每次呢，我洗完之后啊，我就喜欢搁到这儿。我媳妇儿的意思，你得挂起来。我说这个浴花不挂又能怎样呢？对不对？不挂咱们不也能正常能洗澡吗？他说那为什么浴花上面有个绳啊？人就让你挂起来的。喂，我说我就不挂。哎呦，你挺硬啊！然后我媳妇儿就把浴花往地一扔，你爱洗不洗？她就走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家到现在啊，就是洗澡来说都用手。家里现在馅饼也不吃了，浴花也没了，再过几年就是毛坯。我俩产生这些矛盾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什么东西咱不要产生矛盾，因为什么矛盾就扔什么。对，你们遇见教育问题怎么办？哎，孩子不要了，这孩子随谁呢？随你不行，随我不行，算了，随隔壁二大爷吧。哇塞，那也没那么心宽啊。孩子还得要，毕竟我那是亲的。哦，谁的不是亲的？
后来反正我们俩这个爱情故事吧，就是全是因为一个字儿，就是快。那你现在跟他积累的矛盾已经不是一点点了吧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矛盾啊，有什么东西啊就不要了，不谈了，不说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段说爱情故事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那肯定不适合呀。不是不适合所有人，不适合任何人。就是因为你们家一有矛盾你就扔东西啊，然后而且从来不解决它，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解决方式嘛。哎，这是两口子嘛，过日子是小矛盾来说，毕竟那个男子汉嘛，还得承认错误的。因为你道歉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你爱他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解决问题啊，我们俩的这段爱情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吧，就是对于我当时的状态来说，用薛老师的几句歌词，啥？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带来了我的快乐，这个世界有了颜色，你像天外来物一样让我求之不得。我在忽近又忽远处用明天等你。厉害哇！我以为你们家是薛老师那个歌词。你要我怎样？你要我怎样啊？你要我怎样？你要怎样？我怎样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时候，我已经出现。我们的距离到这，太过分了吧？最终结果还是这样，就是这服软，为了和谐是吧？对，为了过日子嘛，过日子两口子难免有磕磕绊绊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只要你啊有一点责任心，有一点担当，敢于道歉，敢于承认，这都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对的决定。那今天各位掌声疯狂来了！我们最后一个提案，孟鹤堂，哇，压轴提案，我发现地球人有一些人燃点很低。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，你说着话，他就燃起来了，就嗨了，突然就嗨了，把你就带起来了。请讲，就是现场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谁呀？就是烧饼咋了？他燃点极其低，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到这点了，我不想跟他辩论了。我们在录自己的团综的时候，我们录了1、2、3季，第3季一开始的时候，节目组就出现了一个事情，突然间拿出一份合同，让烧饼签。这份合同是什么呢？禁止烧饼破坏道具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很认真，就会上头，一上头燃点就起来了，就燃烧起来了，就是这种状态了，变身了。印象最深的。大磨盘啊，那种磨盘你知道吗？驴拉的那种磨盘啊，驴拉的磨盘。饼哥过来，哇，磨盘给周翻了。旁边的驴看着说：“真是真驴啊！”我。但是我以为烧饼已经天下无敌了，还有比他更烧的哇！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人，我天哪，烧饼在他面前就是弟弟。天哪，谁啊？谁来了？这个人。我想大家可能有合作的人，他就是向佐啊！快讲，我好想听。那天录节目分2个队，我跟饼哥我们是一个队，贺伦跟那个向佐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对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把我堵在船上了，其实我是他们队的卧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没有必要跟他们僵持了，就我们仨人，我就跳出来，我说：“嘿，我是你们的卧底。”我还模仿向佐，我说：“哦，咱们是队友哦。”他上来叭一下就给你，然后向佐说：“我看你像坏人。”一个双风贯耳，是用力的那种吧？用力的那种。在练武之人的手下呢，他轻轻碰到了你一下，就是要你命的，你知道吗？靠！我这是我录的是哪个节目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还给我来了一套组合，你懂吗？我说左哥，我是你们的队友，左哥，我是卧底，我哥，上劲儿了，
我懵了，当时，然后我都快跪下了。我说我错了，我真的是卧底。完了，后来他俩商量半天，他说可信不可信呢？先信他吧，反正可信不可信，先打你一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我说要留那边，向总说你跑不了，很恐怖。好想看向东老师跟吴清老师一块录节目呀。我那天有一个乌龙事件，因为我有一个胶囊藏在我身上，完了我就是众矢之的了。我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都盯着你啊！所有人都来抢，第一个抢的还有他啊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他们队的了，他开始上手抢了。你知道炳哥这个力量，是我抗拒不了的。但是我是谁能治炳哥？我突然就想到，我向佐，我说向佐，你快来救我！向佐好，过来！哎呀！当时我就是被向佐治，真的是一物降一物，到最后大家就都在抢我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个中间有一个池子，是有水的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趟着水，我就站在水中间了。我说你们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找我，还逼疯了。向佐那边开始脱鞋。我说咱俩不是一伙的吗？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！过来，直接把我从水里扛到了岸上。哎呦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他就过来了，他们两人开始 battle 起来了。但是我在中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中间，他们俩开始啊！我在中间啊！前后2座大山夹着我，当时我都快死了，窒息了。我最愤怒的是什么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有结果了，节目组为什么不喊停？我当时都快气死了。然后我就把他们俩，我就从那个他们俩腿底下钻出来爬，我又爬到水里，我说节目组，我真的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明白。越燃起来了，燃起来了。我可以有一个感言吗？你别感言了，赶紧躲起来吧。向佐这段他要听到了，来的路上了已经。就是因为跟向佐老师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，知道他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。我往回拉呀，瞧吧，往回拉了，让我拉一下，让我拉一下。祝你拉得回来，希望能够播出去啊！跟向太说，来。那我就不讲那个他拿鞭腿踢我的事了哈。你讲，来听，咋的了？说了啥事儿啊？就是有都录完了，他这都撕巴完了，然后呢，正好在上海的黄浦滩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船上嘛，就后边夜景非常好。然后岳云鹏说：“哎，炳，咱哥俩照张相吧。”很正常的一句话。然后我们哥俩就搂在一块儿。我学向佐，我来岳哥，岳哥搂在一块儿，对面就开始照相了。向佐变螃蟹了啊！然后那天我就戴了一个林德伯格的眼镜。还蛮贵的啊，然后我俩说，哎，老师，受累，帮我们俩拍一张照片，然后，真的吗？当时所有人全懵了。等一下，眼镜呢掉黄浦江了，然后就眼镜就这样了，然后就现场所有人都看我，完了，炳哥要爆发了。结果我压下来了。不是他爆发不了，根本干不过向佐。烧饼现在很后悔那天压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已经快结束了，而且马上要宣布我当副总，我不能惹事儿。你看，烧饼。你刚才这故事惹的事儿就不小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圆不回来了。你坐下，你太燃了，你信我。他只是有些东西很突然，我有一次跟他录节目也是的。明白。我们在踢足球的时候，他好像是我队友，也不知道，我就忘记他是什么位置的了。我踢足球，我跑得挺好的，我在踢球。突然间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把我抱起来了，没有道理的，把我抱起来以后就往门里面摔，然后哇就丢进来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橄榄球，是不是我玩错了？对，就有那个感觉。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耀庆哥和向佐一起录节目，因为我们以前跟耀庆哥录节目，他也是属于那种疯的。
因为耀庆哥他最擅长的一个招就是巴西柔术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巴西柔术最厉害的就是用脚盘住你的脖子，锁你的喉。但是普通人勒一会儿大概10几秒你就受不了了。但是巴西柔术你只需要快速的拍对方的身体或者拍地面，就知道你可能有点憋，就会这样松开。耀庆哥一般锁住我的时候，我拍地，他会再送我5秒。耀庆哥，那5秒，我看见了我的一生，真的。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巴西柔术是真的找巴西人教我们，然后那个人说我们可以在他那儿试一下，然后就我们在巴西教练那儿试一下我们的劲儿有多大，让耀庆哥去试那个巴西教练，巴西教练勒到巴西教练拍了。巴西人拍了以后，耀庆哥送了他10秒。超级好笑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巴西人翻中国人那种白眼。我们当年一起录节目，那个节目还有薛之谦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薛之谦，薛之谦说有那么难受吗？那天晚上杀青宴，我说薛之谦你试试，送了他8秒。哇，真的，我看到我太奶了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块红烧肉还没到嘴里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有好多这种就是爱运动跟这种有时候这个会武术的，他禁不住。我跟黄景瑜录像，每次一录这种竞技性的对抗的，都是感觉不是说好了你跟我玩玩，不是，他就感觉我玩玩你。就你感觉一直他是他的玩具，然后被他折叠在那儿，跟螺丝方块似的。他其实没有恶意，他就是跟你这玩，然后就变成他的玩具了，就是这么点事儿。其实把向佐老师请到节目里来了，就是让他玩玩我们，一起玩玩开心。其实啊，有些事儿燃点低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人他有激情。这是要啥事儿呢？燃点都低呀，他指定是缺觉闹脾气。轮儿，咱俩比划一下。哟，到我了。哎，要想睡得香，来张喜临门床垫啊，咱往床上这么一躺，就这么一躺，哎，深度睡眠不缺觉，哎，敲锣打鼓闹不着，一觉醒来精神好，包袱准能个个妙。有了喜临门，美梦乐陶陶，喜气伴逍遥。好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得给我们孟鹤堂一个这个，这太燃了，谢谢，这得给您啊！哎呦，感谢，讲的特有激情啊，了不起啊！来，谢谢迪哥，鹤堂保护好自己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没啥事别去香港玩啊，最近。我觉得最后这一趴烧饼也帮了很多的忙，快给我帮烧饼拿一个，对，烧饼拿一个，来，那我带你送过去了。好了，带我，我脚实在不方便了。好嘞。哎，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这边能赢啊！今天这边德云社，然后每个都非常精彩啊，刀枪剑戟都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真的应该给那个德云社厂牌投票，尤其是给孟鹤堂投票。危险！孟鹤堂现在不投来不及了，因为以后啊，他不定下回还在不在呢哈。因为他可能会躲一阵子啊，咱们说。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火星厂牌哈，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，像李川今天就完全释放了自我呀，哇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来一样。没错，是的，厉害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那先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投票器了，好不好？要到了我们最紧张的投票环节了，今天到底谁哪个队伍哪个厂牌可以胜出呢？那就现在开始投票吧，各位。在场的所有的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、最好笑。你在干什么？莫名其妙，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不要欺负我，今天腿坏了，要不然你死定了。好的，而厂牌的得分呢，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了。记住哦，只能投给一位特工，请大家慎重的选择。投票通道关闭。来，又是我们3个的荣耀时刻，看看紧张的时刻到了。看一看。哦，看一看。哦，哇！又偷看！哇，你还偷看？看何老师的手卡就算，还看我们的，什么都看。那咱们还是这样呗，个位数。德云社是6，
火星厂牌是4，百位数，百位数肯定是1了，都是1，就看这个10位数了。那么最后我们公布的10位数，火星厂牌是2，德云社是6，恭喜德云社获胜！哎，恭喜德云社厂牌！哎，不常见呢。哎嘿嘿嘿嘿，全靠你爹这个。火星有句俗话，快乐牛牛产好奶，代代特工都精彩。希望我们都能在火星的舞台上收获成长。让我们有请美素佳儿品牌大使木木为我们呈上最牛厂牌勋章。选择美素佳儿，让每一位地球宝宝都能喝上高乳脂、高蛋白的好奶。来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副局长薛之谦为我们的德云社长牌颁发勋章。哇哦！朋友们，3、2、1，展示！哦。其实今天真的没有想过会赢，因为太难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大家都是卖了命的在表现，特别是堂主孟鹤堂，所以我觉得特别要感激你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录一个节目居然付出生命。再见，连命都搭上了。本来他已经逃掉了，他现在彻底搭进去了。我觉得你在火星算了，你别回地球了，真的。鹤堂，咱们多说一句是一句，好吧？咱们现在也不多了，来，我就把向佐老师追到火星来了。会的。我们能赢主要感谢向佐。其实呢，这次能赢呢也比较出乎意料啊，这个。是上一次来录火星是第3季嘛？对，第3季，时隔3、4年嘛，又来录到火星。其实大家伙在一块玩还是很开心的，也见证了这个大家伙的这个成长。既然德云社厂牌赢了，那么希望火星的特工们兑现刚才说的承诺。哎，叫小帆咋叫？有没有老师们专门为我们教学一下啊？我们先来一个原版的好不好？来原版，一块儿啊！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细心间，站立宫啊门。叫小帆，好嘞，但是调应该是在那个叫小帆，应该在这个调。来吧！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细心间。站立宫门，哇！然后是哪个音儿？叫小帆，可以哟！可以，黄子厉害，他人家说唱啊。我来，到你了，没问题。麻花音乐剧演员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宫细心间。河北梆子版的，方言版的。站立宫门，大把请强，叫小帆。哎 ，no smoking。不说是咸菜吃多了，齁着了。下一个咱们来情侣对唱，这个好不好？你们俩对唱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宫细心间。站立宫门叫小帆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叫呀叫。什么鬼？来吧，那你们俩一起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来吧，李总来吧。什么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什么？一见公主到领，你们就唱叫小帆就好了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细心间，站立宫啊门，叫小帆。我也可以啊！来
俩一起死，一起死。好浪漫，我也想死。你个死恋爱脑！发现突然间在你面前，小帆成了一个小坏蛋。再次恭喜本季呢获胜的德云社厂牌哟！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，同学们，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。